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虽然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先进的 IC Design 园区，比如说潘建成回来马来西亚的第一家公司 MyStorage， 他们是专注于做那种 storage device， 来让大家都可以用到 AI。过后就是 Cortical Labs， 就是最近很红的 CL1， 就是用人类的脑细胞来变成一架电脑的。这些公司呢，全部都聚集在Puchong跟 Cyberjaya 的 IC Design Park。之前我们有邀请过潘建成还有黄思翰来到我们的节目标天场总部，他们就一直在谈 IC Design Park 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它到底是长什么样。Sam is awesome！ 是你在这个 industry 里面到底看到了什么，可以发展我们经济？全世界都在讲的半导体，所以钱在那边，我们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我们都是往前看，我们往前看。好，我们现在在 Puchong 的 PFCC， 如果你们住附近的话，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塞的地方。我们来这边是来 check out Malaysia 第一个 IC Park。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潘总回来 Malaysia 了，一马币。然后这边有他的回来的第一间 office 叫做 MyStorage。这个公司呢非常特别，因为它从2024年8月呢，从小小的30个人就涨到了非常大的规模，到现在的135个人。在135个人里面呢，大部分都是 local engineer， 然后呢，他们就 focus 在做 IC Design Park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R&D， 然后这些 product 全部从头到尾就是在 Malaysia IC Design Park 做出来的 ，design 出来的。扩充这一边的业务是从对面就是这边 SM 就在对面，老板就这样走过，然后这样哦，我要这个。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就去那边偷瞄，看哪一个学生的表现比较好。SM 啊，对 SM 啊 ，SM student，SM student。目前 Part 2有3家公司入驻这3家公司都是整个产业链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测试这个 Part 2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先进半导体学院SM。这家是一家本地公司，本地都已经可以做这样的东西，本地可以做这样精密的测试仪器。这个是我们的Synopsys主要一个伙伴，就是我们的 EDA2。EDA 就是所谓的IC 的设计机器。这个 EDA 的器材是很贵的，一套大概100万美元左右。芯片的设计做出来之后，还没投入生产之前呢，他们必须要做一些测试，因为那个生产的费用太大，we cannot afford to fail。EDA 为什么那么贵？然后到底是什么呢 ？EDA 其实是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电子设计自动化，它其实就是你在做好一个 chip 之后呢，你要 go through 一个 verification process， 那个就是 check 那你有问题的。EDA2 在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有用，它不只是有 software、hardware， 还有那种 device 可以让你填出那你有问题，它的 AI 就会告诉你要怎样 solve 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东西在 IC design 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它价钱那么的贵。Hello， 他们是一家本土公司，做 drone 的先锋不同的芯片结合起来，他们做成他们的一个完完全全都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完完全是我们设计的，你去市场可能都没有的，就是没有我们才设计，才有市场啊。是。Alpha Swift 呢是一个 Malaysia local design 的 drone 公司，它不只是 design 那个 drone 罢了，它还做买里面那个 chip。然后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chip 是可以让它不会受其他 drone 影响，所以它飞到哪里都可以。他们有提供各种各样的 drone， 包括是那种给农业的、建筑业、油田，还有就是那种做 border control 的，来让他们 monitor 边界的啦。好像所谓的 robot 都是用这些在操作了，大型的 warehouse。那么这一边呢，这个是 VROC， 它主要是给太空低轨卫星使用的这个所谓的晶片。VROC Space 其实是一家由 Dr. Saleh Ahmad 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家 IC Design 公司，他们的 chip 是可以上到太空有那种低轨卫星用的，所以他们是非常需要有抗 radiation、抗高压还有抗高热度的一个 design， 所以他们可以做到是非常非常的厉害。Cortical Lab 就是我们谈到的这个通过脑细胞去操控那个机器人。所以我们的 product 就是一个 CL1， 我们就是把头脑细胞放在电脑上面，把它们好像 train 成 AI 这样。
这个 CR1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 device 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结合了人类的脑细胞，还有现代科技，变成一个计算机。然后这个计算机呢，听他们的 engineer 说，只可以在他们这个enclosure 里面活6个月。然后他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neurogenesis。这个 neurogenesis 可以让这个细胞从他们所经历的东西上学习啊，就是变成一个有自我学习能力的一个计算机。那么我们这边呢，今天来到的是 CDEC 的这个办公室，还有这个马来西亚这个集成电路设计园区，也是东南亚最大的集成电路园区，在布中的这个园区共有5层楼啊。目前我们聘有298名，接近300名工程师，这是全部是新进的工程师。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 IC8 园区呢，一共有15家 IC 设计公司。大部分都是马来西亚设计公司。这个 park 呢，基本上我们是提供3年免费使用我们的这个办公室，我们还有这个伺服器，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私下的自己的数据中心，所以每层楼都有数据中心。然后我们还有小型的一个 gym room， 让他们可以放松，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很长。我们希望到26年的年底或者27年前，我们将会达到我们的预计的400名工程师。那你们有没有 plan 要做一个 Part 3这样的东西？我们不会叫 Part 3，我们会在下一个我们的工程将会是落实马来西亚第一个无人驾驶的中心。下一波的推动的行业就是3合1的晶片给汽车工业用，给无人机或是这个飞行器用，然后给这个人形机器人用。我们因为有东铁的会在28年完成以后那么大的传音乐的需求，一定要用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就要有晶片，就要有软体，就要有硬体，所以我们需要培养人才。我们也需要做大晶片，尤其是所谓的3奈米，这是很多人不了解。实际上我们已经接近世界级的这个行业，而且我们在这边有庞大的需求。现在这几年，假如我们掌握起来，未来的5年将会是马来西亚第2波经济，还有我们的工业，还有我们的晶片业和甚至所有的半导体第2次起飞。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工作，因为我觉得我跟healthcare industry 真的很有兴趣，而且我小时候我就知道了，我想要做一个比较 related to biomedical 的一个field. Because you also have like software companies here, like Synopsys, just down there. So it was quite easy to just go down the hall and say, hey, you guys have this. It's really beneficial. Okay? It saves you a lot of communication, and it's easier to talk to someone face to face rather than going through emails and going back and forth. 那你是怎样知道这个学院的存在的？其实我看到 YB 的 post 在小红书先，然后小红书其实这个 program 是1个月，然后3个月是在 industry 去 training 的这样子啊。This place is quite good. Okay, it's spacious actually. Okay, the food also good, very good. Like free food for breakfast and lunch. Okay, very sedap one lah. that 1 month enough for the courses you guys are having? Honestly speaking. Honestly, it's not enough. Quite tough actually. If you don't have the background, very challenging. Yes. 在参观这2个 park 之前，我一直以为 Malaysia 的这种 IC Design Park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那种 tech park。结果我现在看到的就是那种更 behind the scene 的东西，让我注意到maybe there's some potential there。希望这些大公司入驻 Malaysia 之后，可以让我们保持做这种人才，让他们继续在这里继续发展。但是，只能够这个 initiative 虽然听他们讲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东西，不过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让我们的经济有第2次的起飞呢？这样我就不确定了。那你们对这个 IC Design Park 的看法是什么呢？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就欢迎你们订阅、分享、留言。再见。